开始，耶！哎，大家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的新主持人啊，翔哥，没有啦，大家新年快乐啦！跟大家这边拜一下晚年。听过哦，今天是一个很适合洗温泉的日子15都过了啊，没有，好冷今天突然哦，降温，但是急降很有年味啦。这时候，对啊，对不对这比较像冬天的感觉。那你今天带这支是你最近收藏的啦？对对对，最近我们好不容易跟老板这边订到这一支，耶，对对，啊，之前为什么我会找这一支？这一支啊，这一支的罐子很漂亮啊。哦，是对了，这一支罐子很漂亮。很多人跟我一样，对吗？对，看到罐子就疯掉，对吧？那你对这个味道有没有特别的印象？这一支？这个哦，其实它的香表里面说，你看完之后，你知道画浆糊这样，这个图案吗？很多香材很多，但是你很难想象它是什么味道。是，要实际喷了之后才会知道。梦菊常常有这种现象，但是梦菊是通常都不会让你失望的啊，就是都很赞。是因为人就是他就是走很特别，然后非常浓郁的，是，然后比较奇特香的。那像假设你平常都涉猎很多的时候啊，那一般的味道已经没办法满足你，那你想要更宠爱一下你的鼻孔的话，你会对你的那个嗅觉能够有更多的那个，更多的刺激，对，你可以选择这样的牌子，没我觉得很错不错。OK， 那这个你自己先闻过了吧？刚刚稍微闻一下，刚刚喷第一下，蛮喜欢的嘛，哦，对不对？这一支是 Woods Symphony 吗？怎么念 Symphony Wood Symphony。对，蛮我难念们的。这边中文是翻成鸢木森林。鸢木森林。鸢木森林。好，那我们请那个主持人帮我们秀一下，走一下。哦，它这瓶子很有质感哈。镜头吃一下。对，这个是低调的奢华。对啊，而且瓶身蛮好看的，就是而且它不是那种亮面，它是类似陶瓷的，但是它唯一的一个小小的 shining 就是它上面那一颗对水晶，它告诉你说不要小看我哦。低调的闪亮。对 ，OK， 好，我觉得它这个系列的瓶子改成这样之后，好像当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啊，评价就因为通常新东西大家都比较不能接受，就是因为会拿以前为什么要改成这样之类的。这个就好像，这就好像举例最近讲非常流行的这个 Chat GPT， 对不对？是。为什么它的答案也会有一点错误？大家可以很接受，而且会说它很厉害。可是当 Google 答错的时候，大家会就是极力的一直攻击它，就股价答错一题，股价跌了1000亿美金。对对啊，答错一题好可怜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知道，为什么？是新手跟老鸟的差别。对，就是人们对菜鸟跟老鸟，因为 Google 现在是领先市场嘛，所以大家对它的这个指望跟期盼是更严厉、更严苛的，对吧？那对于这个 Chat GPT， 它刚出来，大家觉得说，答错别人是正常嘛，因为你还有很多可以容错的范围阶段，对，那所以对新东西，我们都可以有比较多的，但是也会比较多的观望跟迟疑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一段时间之后，开始就比较能够接受。对，现在就觉得它应该是说我们看到食品之后，因为一开始是只有那个形象图先出来的时候，抛出来的时候，接受我这边接收到，为什么盘这颜色暗暗的这样？那实际上拿到就觉得很好看，质感也很好。对，好，那我要来试味道了。喷上手。这一支是翔哥买的啦。对，因为那我们翔哥刚刚有喷了，我们来试。翔哥要再喷一次吧？刚刚有喷，再来一下。哇，我已经闻到了花香柔柔的花香。你说这一支是什么走在前面？其实它会有一点点泥土味，然后鸢尾，它最主要香材表里面是鸢尾根，鸢尾根不是鸢尾花好闻。
这个你喜欢鸢尾，它是表现不是花哦，是根的那感觉的。因为我这支会非常喜欢，因为鸢尾花就是花香调，它是比较张扬，通常一般的出来是比较张扬。然后鸢尾根是有一点点鸢尾的花香，一点点哦。对。但是大部分是掺杂一些木质味，是一些泥土味，所以把它变得比较综合一点点。对。因为根它有一点那种干干涩涩的感觉。这一支鸢尾根是很明确的。如果你喜欢鸢尾的根，应该土感，根与土感，对，那这支绝对是就是木质调加一点点的花香调。对，就是带微微的那种花香的感觉啊。不过实际上，它花香还蛮多的。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不会让你。attractive 就很吸引，但是你慢慢的品尝的话，你会觉得它玉树临风啊，会越来越玉树临风这个用在男生身上蛮棒的，这个味道的感觉，对，觉得你很有内涵，然后你个性并不张扬，但是它却有深度，对，不多话，对，这是蛮适合翔哥的。谢谢，话蛮多，谢谢，不讲话的时候，谢太早，谢太早。OK， 那你刚刚说它有一点广货吗？广货就是木质加泥土味。我本来以为它是广货，所以我看完香调表，结果它竟然是鸢尾根。其实鸢尾根的那个香调表里面的香水表现不错的，不多，我算挖到宝了。OK， 对，好，那我们先请林心丽讲一下，说现在目前这个前调呢，就是在你身上，对，味道。我觉得目前我闻到就是很明显的鸢尾根的香气，然后就刚刚讲的那种，就是带一点微粉，但是它干就是那种根的那种利落带木质香气的感觉。但是它因为又带中调，它有带花香，就茉莉跟那个玫瑰的部分，所以我觉得它已经前面有一些就是把它抬出来了，整个就是有烘出来那种整个。还蛮柔顺，虽然一开始的时候鸢尾根的味道是，我觉得应该是它里面最明显的，现在目前为止。但是也有闻到微微的那个乌木的味道，也有后调，有衬在底部的地方。好，那翔哥目前前调再帮我们带一下好不好？一点点花香，一点点小甜。你有一点甜我感觉到它有点甜，但我是还好嘞，蛮柔和的，然后基本上今天心情假设非常平和，你又希望有点辨识度的话，我会选择穿这个香，为什么？因为一般的商业香，你看每个人都几乎会一样，它的那种状况，即便它不是很张扬的味道，但是就会缺乏辨识度，但是这一支会奇怪，你这味道跟别人不太一样，但是却又不扰人。那我这个画面很像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翔哥说适合去泡汤，对不对？那他有跟我讲那个马槽嘛，就是阳明山马槽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跟他讲说，冷水坑有一个往七星山爬山的时候有一个停车场，停车场旁边就有一个小间的那个，对，那个是国家的。对，我觉得就有这种免费的，还是国家都是自然融入，老人家去泡，像这种时间你只会遇到老人家，但是在这个山上有这个鸢尾衬出来的高山，然后冷冷的雾气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清晰的空气，天气冷冷的，你去泡在温温的水池里面，那飘散出来，你看冷空气、热水是不是会有雾气会飘散出来？对，我觉得就跟现在这个味道有它还带一点微微蒸汽、热的那种感觉，是，好，就应该来去泡汤一下这样。OK， 那翔哥，你觉得这一支男生适合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时间呢？什么场合、什么季节怎么穿？其实这时候是今天天气特别低，特别冷啊。我觉得有一个冷空气的状态，就是会让你清晰，对，很清晰。所以我觉得冬天穿不错。然后它是偏木质调，带一点点的花香，一点点花香，但偏木质，是这种感觉。而且
它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洁净，但是洁净哦，但是不是皂感。对，有一种香水或是有一种派别的皂感是很严重，但是它一样会让你带出干净的感觉。但是这个不像那一种，是那种特别像香皂、肥皂的那种，不是，是一个很清晰、很新鲜的味道。是，所以如果你要穿的话，就是你今天心情很好啦，那你觉得天气稍微凉一点，然后这个会带给你很干净的感觉。对，哦，对 ，OK， 甚至往后会有点白衬衫，是不是？妈妈，我觉得这一支非常适合一个场景跟氛围啦，环境啦，就是我刚刚讲说，你一个人在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，你一个人的悠闲清闲，上到了山上，然后去泡在空气冷冷的，泡在这个温暖的泡这个泡澡池里面，对，好飘散出来，那个就是一个空无一人自己时光的一种享受。对，我觉得你这个形容真是，跟这个味道蛮贴切的。你把热气拿掉，就多香。你就是那画面，但是你把热气拿掉。是。那后面它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不同的变化？爱慕是一定有的，对，一定会有，但是它就是要期待的。哦，现在目前正在期待。对，那我们待会再回来，请主持人帮我们介绍这个后调，好不好？好，待会见。好，待会见。再见。好，后调回来了，哦，吃饱回来了。对，哇 ，Q 到宝，捡到宝。对，这个后面开始花香出来了嘛？是，而且它花香又有一些贴肤感，性感的贴肤，对，扑倒香的味道又出现了。应该是有你的麝香在里面，有吗？猫麝香是吗？有吗？哦，这是这味道好鼻屎，好鼻塞，好鼻屎啊！其实你知道吗？香调表面我本来以为它有大黄的味道，可是经过老板的说明之后，发现有一点麝香，然后麝香加上鸢尾根的味道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它有点像大黄的感觉，但是它会更贴肤一点。想个大黄，你可以再帮我们观众说明一下什么是大黄的味道？大黄的味道，大黄味道我可能会想到姜黄啦，就是或者是没有，跟姜黄不一样。大黄的味道是比较偏花香的，花香，然后呢会让你觉得好像有点 vanilla， 有一点点往香草方向走，但是没有香草那么香，或是那么粉，或那么奶。然后它是偏花香的，这就是类似大黄的味道。OK， 对。那大黄是取材哪里？是大黄？不知道OK， 没做功课好，对不起，我认错。尽量讲一些比喻，让观众可以知道，对，什么是大黄的味道。所以刚才有说了嘛，大黄味道有点 vanilla， 有点香草，然后有点偏花香，对，有没有花香的味道？然后稍微甜甜的，有一点小甜。对。事实上，现在这个花香味也有带一点点小甜，可是这个温暖的，对奶油香，对，奶油花香，对，它不会很张扬，应该是说它的扩散性没有很强，而且蛮圆润的，对，就是有一种那种有点像奶香，就是有点滑顺的那一种味道，然后它不会太小甜小甜，难怪老板说想要把它扑倒啊。那林心地现在目前后调在你身上，我现在就是刚讲这种有点滑顺感的那个花香，加一点点奶甜的感觉，然后它的后调木质香气也有，而且但它那个木香，它虽然说是写乌木，但我觉得它是不是有点檀木啊？就是有点奶檀的那个味道在里面。是很滑顺的味道。对，我也偏比较檀木香之类的味道所以这一支跟它原先走的很特别，是很走出奇的路线，很走中东的路线不一样。对，我觉得真的是它非常的 friendly。对，我觉得它这一次改变很大。是，我记得上次我们拍那个 Rose 那一次的时候，学姐就有特别提到说，他们新的系列都是做比较属于大众能接受的，然后比较应该说实穿的路线。对。
我觉得真的是它没有再像以前我们闻阿莫曲那种好像很重的味道，然后中东啊，比较偏中东一点，然后要到很后面才会有它的那个很顺的味道出来。但这个是一开始中调，我们1-2个小时嘛，就是这样子的呈现。我蛮欣赏这个爱慕这个牌子，它的行销手法，它是一个有计划性的，在这个让它的品牌做扩张。例如说一开始你要让人家认识你的时候，首先你要先很有个性，你才会跳出来，才会被人家看见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你被看见的时候，你又要慢慢的去符合这个市场对你的期待，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。一开始就像你刚刚说的，它本来自己的个性就中东调，以我这个产地最强的全部挂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到了行销全世界的时候，它就要慢慢的去符合各地市场该有的接受度的去走。然后我觉得它有慢慢往这个方向在调整它自己，所以这一支的亲和度很强。对，而且它在我身上现在，我觉得，我刚一直在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味道？茉莉的那个花香，它温柔跟茉莉，它是我觉得它还有那个玫瑰，就是它的玫瑰可能比重没有到那么多，但茉莉现在的这个比重还蛮大，而且我觉得刚刚的那个有点奶的那个味道，或许也是来自于茉莉的关系，小花茉莉的那种感觉，不是有云朵的那种茉莉哦，就是会让你觉得它很。小小白花那一种，对，这个那我们来讲一下好了，就是对我来讲，这个我们前半段我觉得是去冷冷的天，在阳明山上冷水坑泡这个温泉泡汤嘛，对不对？那泡汤你只要去掉热水，翔哥讲的，去掉这个热水就是这个氛围的感觉。它但是它后调，我觉得这个已经进到了小房间去了。它有一个贴肤，可能是拥抱在一起的味道。然后就是彼此很靠近去闻对方身上的，很容易贴近亲近你的气息，很 close 的味道，蛮贴肤的味道，对。刚才新弟说这个氛围，刚才新弟一直说这个香水是很偏女生，我否认。真的吗？我当然啦，这个香水为什么只能给女生？他意思是说男女生都可以啦。对啊，其实也没有这样说，意思是说，因为他用出4支嘛。如果说要从4支里面去，我觉得看像说上次我有一支那个银色木那一支，那一支就真的是我觉得比较偏男生一些。OK。然后比较起来，它因为都是乌木嘛，但这支就比较，我觉得女生也非常非常非常适合。不给。学姐有话说。好，请说。我的前段好特别哦，是烟熏酒香。对它的烟熏不是烟熏酒香对它的你的酒有出现，因为我们都没有，对，都没有出现。你的体温比较高还是淡淡的？体温比较高。对，我觉得它后调因为它茉莉的关系吧，都会让我想到好像已经你说泡完汤了，然后在那个喝茶的阶段，然后泡完了，然后就是喝杯热茶，补充水分一下，茉莉花茶，茉莉花茶茶香，是。你们在泡汤，我在餐酒馆。你的场景不太一样。好来，那翔哥，我觉得这一支其实爱慕价钱都不菲啊。对，但是这一支算盲买成功，对，盲买成功，将对，很开心，收得好。那影片的话，我们不太讲价格，在这里买都很划对，算。有一个客户他看到我们 Facebook 广告，然后就问我说报价，那因为我在广告上面不讲报价，对，他就私讯我，那私讯我之后，我就跟他讲什么价格，他说这个专柜是多1倍，你们是真的还假的？我说你先去做一些功课，再来问我真的还假的。对，请他去查一下佩姐股份有限公司的口碑，这样。后来他加了订单，他说哇，那拜托可不可以之后再帮我找其他支这样子？就是一个过程啊。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，翔哥，你会把它定在什么调？我会觉得它是我的无脑香的选择之一。OK。上一支无脑香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没有无脑香这个调，可以增加这时候有哦，无脑香调，每天会拿起来喷，就是X 那一支我的无脑香是这支，就是我没有什么想法，但是又觉得今天喷它不会怎么样。这支，然后这是我另外一支无脑香的选择，我觉得它应该无脑香的意思是说我会买备份，就是 general。然后 used to
这样子，常常喷，而且就是任何场合对想拿起来，你不会觉得我今天这样不适合，对，或者是对，所以这是我对它的感觉。OK， 这也不错。好，那如果回到这一支，你觉得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香调？退场一下，什么样的香调基本上它算是我收齐蛮成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个鸢尾根有鸢尾根，刚才一开始我说有鸢尾根的调的不多的香水不多，然后它又是主要是以鸢尾根在那边的花的调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啦，对，很开心。鸢尾根通常把它定到在什么调性？因为它就是有点木质，然后有点鸢尾花的香调。然后我本身喜欢木质调，香水花香调太浓的花香调我又不爱，可是有一点点小花香，然后同时又是鸢尾根的木质调，然后它会让我觉得它被 polish， 就是 polish 就抛光的更 smooth，然后在身上。木质有时候会有一些刺刺的，比如说你木头里面有加一点那个什么丙醇还是乙烯，这些新木头的味道，有时候会有点刺刺的那一种的，就比较没有这种问题，它就会变得非常圆润，然后还包上一些花香，对，很漂亮。好，那所以你会把它放在对木质花香调，对吧？0到10，你给几分？0到10给几分？这一颗的话，目前在佩姐买的话，我们会给到9.5分。如果去专柜买的话，恐怕只有6分。别这样，别害我又被攻击祝你好运，Good luck。OK， 所以翔哥是9.5分。对，那林心点你会把它定在什么调性？花香木质调，也是花香木质调。对，0到10。10，为什么给10嘞？他想要抢走这一支。这支我就觉得它，我们先不管价格了哈，价格是一回事，就是因为看个人能接受的嘛，每个人可以接受的程度不一样。那这支的话，我觉得光用香调表现呈现起来看，我觉得它既实穿，然后又有它的独特艺术感在里面。对，就是一支还蛮完美的一支作品。OK， 好，那这一支对我来说有一点惊艳，因为在你们要讲说要拍这一支之前，我是对这个都不是很熟啦，包含它的香调我也是都不太知道。但是我觉得从刚开始的山上泡温泉，这个水蒸气的感觉，然后一直到后来，我觉得到了这个贴肤的小房间，我觉得这种亲昵感叙述的蛮好的，很厉害。泡完澡之后嘛，下一个阶段，那我会把它放在花香的木质调里面，然后还有一些贴肤的麝香调、原玉感，原玉调，我给它10分，因为蛮意外，它可以把花香做的不这么的张扬，而且就像翔哥讲，不会让花非常的明显，男生都能好接受，可是你在这个圆润的包覆底下，你就可以闻到有一些淡淡的花香味在里面，这是它是手法厉害的地方。对，它刚开始还有点土性味喜欢广货的人，我本来以为他是有广货给我开场的，对，刚喷下去我以为这广货开场。原来它是鸢尾根鸢尾根原来它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土味，对，大气，它的前后表现差，就是那个变化蛮大，蛮多的。对，这一支各位观众可以期待一下，它的前中后调都各有变化，而且各有特色，好不好？厉害了！有人想加可以加一下，可以加。因为它是改版，它是改版的，对，所以它比旧版，我觉得比旧版更实穿，就是它比较没有像，因为木菊的香水有很多在一开始就很张扬，对。那它比较没有那么张扬，然后层次走得很好，而且味道更顺，所以更实穿。对啊，它比旧版实穿，我觉得。对，旧版其实就很好闻。为什么它会做新版？一定是旧版就很受欢迎。但是我觉得新版比旧版更实穿。就是如果你要入手木菊的话，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可以
当入门香的香水，不会像以前的鹅木菊会让你觉得中东感。对，我要尝试啊！我觉得以前的鹅木菊不见得是中东感，就因为它太强了，你会觉得那个嗅觉对你的嗅觉太强烈了，所以你没有办法一时没办法接受，你可能要多穿几次之后你才能接受它。但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立马一立马就可以上手的，带酒香的花香，还有木质香。谢谢学姐的补充哈，这就很像品牌把这个进入门槛降低了。我觉得他们有试图再让这个牌子更走向世界市场一个很好的起步。他说你们平常坐电车，不要一下子就把你搞到骑骆驼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待会30秒再请林心丽跟学姐来帮我们30秒简单介绍一下。好的，下次见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导演。